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你坐在房间里，却感觉有一双眼睛透过墙壁注视你。你明明是独自一人，却觉得另一种你同时存在于别的地方。你在梦中穿过一座陌生城市，却能记得每一个街角、每一个门牌号。这些体验是巧合、错觉，还是某种更高维度存在的触须？今天我们将打开一扇门，那门后面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地狱，而是一个你不该窥视的真相。第一章：三维世界的骗局。我们真的活在三维世界中吗？让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。三维空间即三个轴，长、宽、高，这是你赖以生存的世界，是你习以为常的空间结构。但物理学家告诉我们，这种空间感只是你大脑在处理感知信号时建立的一种认知模型。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忠实的在线世界，而是像一个压缩器，把你无法理解的信息删减成可接受的模型。换句话说，你看到的三维世界也许只是更高维度的一个投影。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三维世界，我们只是被囚禁在三维感知之中。第二章：维度的幻象与感知的牢笼。物理学的维度并不止三维，一维是线，二维是面，三维是立体，四维是你无法真正看见的东西。但我们可以从二维生物的角度来设想四维、二维生物的启示。想象一个生活在纸张上的二维人类，他们看不到上和下，他们只能看到线、角度和平面。某一天，一个三维手指穿透纸面，二维人看到的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点，变成圆圈，再消失。他们无法理解这是什么，他们只知道我们看到了幽灵。这正是我们对四维的理解极限。我们看到不可解释的几何结构，空间突然扭曲，物体突然出现或消失。这些不是奇迹，不是神迹，而是四维存在正在穿越我们的三维世界。第三章：科学对四维空间的常识解释。爱因斯坦提出，时空四维将时间作为第四维，与空间融合成时空连续体。而弦理论则提出，宇宙拥有10到11个维度，但我们只能感知其中的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，其余维度被卷曲在普朗克尺度之下，无法直接观测。这些理论意味着你不是宇宙的主角，甚至不是宇宙的完整投影，你只是一块高维蛋糕中被切下的一层薄片。宇宙魔方与超立方体。宇宙魔方是四维正方体的投影，你可以用数学描述它，却无法想象它的真实结构，就像二维人永远无法想象一个立方体。你看不到四维，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具备理解它的方式。第四章：超维接触的真实案例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真实案例。案例一：神秘消失现象。2021年，美国犹他州一名徒步者在国家公园内瞬间消失，现场无搏斗痕迹，无足迹延伸。2小时后，他在30公里外的沙丘中被发现，全身赤裸，不记得自己如何到那里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在另一层，那里没有时间。”案例2：弯曲空间的瞬间恐惧。日本东京地铁某段路段，有多个乘客报告空气凝滞感，并在2到3秒内陷入无意识。监控显示他们瞬间跌倒，仿佛被某种无形力量击倒，科学无法解释。而那些恢复意识的人说，他们看到折叠自己的版本。第5章：感知崩溃与维度污染。如果三维空间只是我们的大脑建构，那么当四维信息进入这个系统时，会发生什么？答案是感知崩溃。你将看到同一物体在多个位置同时存在，你将感到时间是弯曲的，你将体验我不是我，我是我又不是我，临床幻觉与四维信号。
在大量临床精神案例中，有人报告如下经历：同时看到不同版本的自己，感觉身体被某种不可描述的结构拉伸，听到不存在的频率声音。心理学解释为精神分裂或幻觉。但我们想问，如果这些是对多维干涉的真实感知呢？第6章：意识上传与超维存在。未来科技正在走向一种方向，让人类意识摆脱3维束缚。脑机接口、意识映射、全感虚拟现实、人工智能共生，这些技术正在重构感知系统。你上传的不是大脑的结构，而是你对自己3维存在的描述。一旦人类能以数据结构的方式存在，或许可以映射进更高维度，但代价是什么？你还会是你吗？还是只是一个被高维意识占据的壳？第7章：那一道门是否早已开启？我们一直以为高维度是将来的事，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，这扇门早已悄然打开。你突然的既视感，你梦中反复出现的陌生走廊，你小时候记得清清楚楚的某段不存在的回忆，它们是错误，还是你与某个非3维版本的自己产生的共振？人类终将超越3维，但那不是进化，那是一次存在方式的破裂。是你看见了真实，也失去了作为人的所有界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不是在通往4维的路上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，只是我们不懂如何凝视那不可名状的方向。欢迎订阅宇宙回声，我们将继续探索人类不该碰触的知识边界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否曾经跨越了那一道门？